框架方案之前已经过会了，这是落地的细则。您看看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方案本身没什么问题，但你之后是不是要花大量时间在下级医院？那不会，还是像之前一样两边跑，可能会跑得勤一点。您放心，这边的工作我不会耽误的。林毅平时专注开刀，别的事情也顾不上。我看他头发长长了，怎么也不想着去理个发呢？啊？我是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像林毅这样的手术天才，尽量少让他为生活的琐事而分心。这有什么关系吗？他刚经历了亲人离世，你是他女朋友、亲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陪他度过这个时期，打好辅助，做好他的坚强后盾，这样也是对病人、对科室做出贡献。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在 GICU 为那么多病人服务工作的贡献，比不上盯着林主任剪头发？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一个林毅救助多少病人，病人感谢的时候，难道没有你一份功劳吗？盛主任，外科手术是工程，我们 GICU 是守城。你们打下再漂亮的仗，也需要我们 GICU 在接下来的24小时、48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守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我跟林主任从来都不是从属关系，我们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你别这么敏感，我是说，这件事情没那么着急，或者是不是可以找另外一个人先替你盯一盯？比林主任剪头发着急。整个方案都是我设计沟通的，别人很难迅速上手，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血。而且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把我换掉？你激动什么呀？我这不是在征求意见和你商量吗？我的意见就是，我一定不会放弃这个项目，这是我重要的工作之一。行吧，那你平时也要注意一下劳逸结合，要分得清楚，轻重缓急。我会的。方老师回来了。盛主任怎么说？小杜，我问你，你觉得你们林老师的头发过长了吗？还好吧。哎，好像是长了点儿。你这么一说，那影响他开刀吗？影响他门诊吗？门诊当然不影响，而且我们做手术的话，都是戴帽子什么的呀。对呀，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什么女人要站在天才的背后？那我没有我自己的追求吗？我没有我自己的事儿干嘛？当然可以有自己追求啊，方老师，我妈现在天天老年大学、模特队、广场舞，比她上班那会儿还忙，可多追求了。而且方老师，你想想，你为下级医院建造 GICU 这个事儿，我们都有目共睹。我觉得你特别厉害，你在我们眼中就是穆桂英、花木兰、居里夫人、方小丹。好了好了，过了啊。真的，我说的是，你是我见过能量最强的 super woman。好了好了，干活吧。你再帮我一起最后检查一遍数据和细节，没问题的话就不管了，直接发给许院长。行，不生气了，方老师。哇，这黄老师年轻可真帅啊！挺帅的。那时候，他是我们欧洲文学课的老师。这张照片，是我当年去听他的公开课偷偷拍的。他总是能把严肃又高深的内容讲得活色生香，气象万千。那时候只要是他上课，那教室里连过道上都挤满了学生。可是现在，岁月琢磨，我们都老了。您别太难受了，我们都无法对抗时间。
但是彭老师有您一直陪着，他很幸福的。对，钱老师，我相信彭老师为了你，也能快快好起来的。能，谢谢。那您先在这边陪着，有事随时喊我们。读书吧。上次咱们读到哪儿了？你记得吗？啊？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就这样，我睡大觉，进行回忆，读那则新闻报道，昼夜轮回，日复一日，时间也就过去了。困成这样，昨晚值班又没睡。我一躺下呀，手机就响，病房那边一个接一个，追命夺魂抠，一整晚都在仰卧起坐，就没消停过。那你还不赶紧下班？我还有病历要写，还有林主任手术病人的出院小结要写。是，你在2个科室之间连轴转，还连续值大夜，你是要把睡眠给净化掉吗？当心猝死啊！死不了，死不了。就是现在2个科室关系这么尴尬，我还要同时拜心内外科2个山头，更尴尬了。这有什么尴尬的？跟你说的你也不懂。哎，听说江慧初在 GICU 还是很难搞。也不能这么说，他就是很在乎彭老师，所以比较容易紧张。这胡子没刮干净啊！你看看，这还有2根呢。咱们不能因为他不能说话就随便糊弄啊！行，一会儿再给他刮一下哈。指甲剪得也太短了，这样会得甲沟炎的呀。这个手为什么要绑这么紧呢？这样血液不流通啊。他虽然现在在镇静的状态下，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烦躁难受，想要拔掉口插管，我们不得不套紧一点。但是你放心，你看这都是保护性的约束，不会伤害到他的。其实我觉得姜老师挺不容易的。他也挺刚的，家人在医院住着还敢起诉医院，还把周主任也卷进去。我跟你说啊，你自己说话注意点，别被人抓到小辫子了。喂，几号床？好，我马上到。你走吧，你帮我收一下啊。小杜医生，姜老师，能不能耽误您2分钟？你有什么事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哦，您说。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请您帮个忙？什么忙？您能不能帮着给彭老师的儿子打个电话？我打？我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想请您给他儿子具体讲讲他父亲的病情。那天我接护士台的电话打给他儿子，他嚷嚷得很大声，想必小杜医生也听见了吧？没有。我就听到那么一点点。彭老师的儿子对我们一直有些误会我破坏了他父母的婚姻，所以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回过家了。但我真的没有，我们是在他们离婚后1年才开始的。彭老师平时很少提，可是我知道他心里特别牵挂，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他为儿子立了遗嘱，我希望能让彭老师如愿。那你电话给我吧。谢谢。律师来了。
遗嘱按照您的意思都已经修改好了，您再仔细看看。那的确好。那您仔细看看。我没什么好看的，我说了，他个人的财产我1分也不要，都给他儿子。您说好。约的是10点了，怎么还没来？小杜医生是这么说的。他确定要来吗？至少他没反对。你不是说了吗？他们一家子生活不宽裕，那至少看在钱的份上，我已经把金额告诉他了。我们还特意发了一个短信息给他，说好了10点钟的，你别着急，咱们再等等。方老师，去吧。金老师，他回消息了。怎么了？快给我，快给我！杜医生，帮我转告那个女的，钱我不要，也不会见她，让那个女的给她送终吧。你别激动，你不能这样的，你的身体不能这样。我会再跟他沟通啊，你放心，都会好的。你听话，你不能哭的，不能这么激动啊！你听话。小安医生，动脉血洗抽了吗？抽了。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他受了刺激，肺部的感染又加重了。我们给他用了高流量吸氧，还有无创的呼吸机，但始终没有纠正低氧，所以只能再次插管。那他又要进入镇静状态了。是，但我们一直在积极的想办法。有什么进展都第一时间跟您沟通。好。王医生，现在什么情况14来了，你看一下啊，这个小伙子呢，刚才被电瓶车给撞了，外伤是不严重，但他这个 BNP 特别高，所以呢，我给他做了心超和心电图，你再看一眼。心功能这么差？通知家属了吗？已经通知了，在来的路上。我自己可以，不用喊他们。大夫，我问一下，他这到底怎么了？他的心脏有点问题，而且这问题还不小啊。心脏，我这开的也不快，怎么碰到心脏了？这是我自己没看路，不怪你。你平常有什么心脏不适的情况吗？比如气急气促或者睡不平？你这不是1、2天的事情了。14，我看要不然先收到你那去吧。得进 ICU 了。住进来了。王老师，看起来像是先天性的左室致密化不全，左室发育不良，
还有可能合并恶性的心律失常。才17岁，这个是你的包吗？这么多牌牌不沉吗？贝贝姐，现在这个很流行的。5斤的包包，10斤的牌牌。这个我可得给你科普一下了，现在可流行了。你们现在年轻人玩这些东西，我都看不懂了。年轻人，小然姐你也是年轻人啊，就咱俩往这儿一坐。小雨，我妹。夸张。好看。一会儿你爸妈来了，我让他们给你保管着哈。就放在这儿不可以吗？不行，我们监护室有规定，还是让你爸妈保管比较好啊。我先走。你是不是瞎呀？一个大活人你看不见？我看见了，不，我没看见，我当时真气得不快，我不知道怎么就撞到心脏了就。这些送外卖的成天横冲直撞，我儿子才17岁。你给我听好了啊！我孩子有个3长2短的，你跑不了。好好说话。把你身份证给我，你想跑不可能的，给我。一码归一码，你先听我说，别激动。我们已经在给你儿子做检查了，他的心脏病多半是天生的，不是被撞出来的。大夫，你不能乱讲。我儿子平时身体都好好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他给撞坏的。大夫，你说话要讲道理。我说的就是事实。如果不是这次车祸，可能一时还发现不了，说不定哪天也会发作的。哎，你怎么说话的？他给你什么好处了？你们什么关系？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一码归一码，他的外……哪一码啊？他撞的是外伤，但是跟好着呢，好人吗？主任，领导，你们这小大夫乱讲话。大夫就大夫，不分什么大小。怎么回事？他说我孩子原来就有心脏病，这怎么可能呢？哪个病人？我急诊收的，转到周主任那儿了，大概率是左室支密划不全。我们孩子原来都好好的。那你们现在有什么诉求？就是他撞坏的，你负责。这是你们的事情，跟医生没关系。孩子的病情，主治医生会出来跟你们说的，在这安静等着。这怎么没关系啊？他说我孩子今天就有心脏病，就是他撞的。他确实说的就是事实。杜岩家属，这是什么事？你是杜岩的爸妈？对。这是他的包是吧？是。你们收好了哈。大夫，我儿子现在怎么样啊？一会儿到了探视的时间，你去问问医生。一定要救他！打量着干什么？你也会管闲事儿啊？这不跟您学的吗？要有正义感和使命感，才配得上身上这身白大褂。你是你，我是我，你学我，你完蛋。林主任，你和周主任还没和好吗？我只是觉得太可惜了，你俩合体之后能造福更多病人。你有多闲？管那么多事儿？叶医生，小杜，我们先给你做个查体，过程中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随时告诉我。小杜，别紧张，我也姓杜。来，我先帮你看看你的伤口情况啊，一些擦伤的。不是已经做过很多检查了吗？啊，机器检查呢只是作为辅助，我们医生仔细的体格检查有助于医生对你的病情有更全面细致的了解。你这是怎么这么多陈旧性的伤啊？摔的。怎么摔的？从山上摔的。那这些呢？
也是帅的。开始探视，请家属有序进入。那今天就先这样，好好休息。大夫，杜岩在哪儿呢？杜岩啊，13床。哦。儿子，我看看哪儿疼啊？啊？心脏不舒服啊？是不是？没有。带好吃的来了。哎，大夫，来弄个桌子。妈给你炖了你最爱喝的鸽子汤啊。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爱喝鸽子汤了？我坐月子那会儿啊，你外婆就给我炖过2回，哎呀，这味道啊可好了。那是你爱喝，我不爱喝。哎呀，听话，这鸽子可贵了啊，这个大补的就住院最合适了啊！来，快喝。太腻了，我不想喝。这孩子妈炖了3个小时呢，啊，这喝完咱就好了啊，好不好？这来尝尝，趁热，来听话。烫不烫啊？来再喝点，多喝点啊。我支持你的判断，大概率是要电死。心功能这么差，有点棘手呀。左室致密化不全的发病机制跟治疗方案是什么？左室致密化不全是种先天性的疾病，多种基因的致病性突变是其重要的发病基础。一般需要联合的药物加辅助装置治疗，但终极的治疗方式还是心脏移植。请尽快会诊。好的，我联系林主任。等等，在系统里填会诊单吧，按正式流程来。还是优先请林主任。林主任目前不在院里，盛主任就先把我派过来了。辛苦。不辛苦，不辛苦。病人的相关检查报告和影像资料，刘医生都看过了。看过了，周主任、方医生，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一定全力配合。杜岩这是第1次确诊，但是他的病程应该已经很长时间了。目前在对他进行抗心衰药物治疗，但是他的心功能已经3级到4级，药物治疗的效果有限，大概率还是需要考虑心室辅助装置或者心脏移植。好的，好的，那就先听周主任安排。哦，对了，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小杜在给杜岩做详细的体格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有特别多的陈旧性伤痕，脚趾甚至还骨折过。对，他可能是疤痕体质，他身上有很多深深浅浅的伤痕。杜岩他自己说是摔的，那绝对不可能，因为有好几处都是烫伤，而且他的四肢上有好多陈旧性的条索状瘢痕，感觉像是那种木条、皮带一类抽打造成的，所以我怀疑他是不是遭到过虐待。他现在还在上高中，那会不会是在学校里被霸凌了？但杜岩他什么也不肯说。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姜老师说他上的是一所重点高中，那个学校校风很正的，所以应该不太会发生这种事儿。哪个姜老师？哦，洪茂的家属。姜老师在退休之前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小杜总是能跟病人家属保持友好的沟通，所以会得到更多的信息。杜岩还没有成年吧？所以我已经报警了。医护人员如果发现未成年人遭到了虐待，适用于强制报告制度。用你说啊？那就先等等警方那边的调查结果吧。小人麻烦你拉个群，把杜岩每天的相关数据都同步一下。好。刘医生，还请你多费心了。不敢当，不敢当，我一定尽心尽力。杜岩妈妈，哎，大夫，杜岩的检查报告基本都出来了，今天得跟你们碰一下后续的治疗方案。一会儿探视结束后你留一下。哦，能不能明天呀？我们孩子他爸今天下午店里有事儿，我这个还是得等他拿主意。那你跟他说一下，务必尽快过来啊。
哦，行行，哎，大夫，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这个碱面，做几十年了，好吃的很。不用你尝尝。不用，别客气，你别忘了联系他爸。哎，你先去吧。行，那谢谢您啊，大夫。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爱喝鸽子汤。你炖鸡汤、鱼汤都可以，甚至不炖汤都行，干嘛非要炖鸽子汤呢？你这孩子怎么一点都不懂妈心思呢？这汤妈一口都不舍得喝，大老远的那坐公共汽车给你背来的，那生怕凉了，跟怀里捂着。咱为了身体好，怎么也喝一点啊！听话，来。我不喝鸽子汤，我不喝，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哎呦，这孩子，你怎么这么跟妈妈说话呀？妈一心一意不是都为你好呀？当然你爸知道了又该生气了。别老惹你爸不高兴，听见没？啊，听话，乖，来，张嘴，张嘴，来，哎，再喝啊，再喝完快点好，我的大宝贝儿子，哎呀。12双时辰，讲究车要出战役准备。我来。快，出战仪呢？来了。换。非同步200焦。非同步200焦。充电。充电。充电完成。怎么了？你别动！别动！别打我！别碰我！别碰我！求你了，别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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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定一致，记住！别碰我！别碰我！你有没有磕到哪儿？身上有哪儿疼吗？这孩子怎么了？刚才突然间大喊大叫的。我也不知道，他就是 LVNC 那个病人。你怎么样？还有手术吗？有。杜岩一下子反应特别大，情绪也不好，性功能越来越差了。听起来像是 PTSD。对，我觉得一定跟他身上的伤有关系。警察不是来过吗？嗯，他们有问出什么吗？杜岩坚持什么都不说，而且他父母也说什么事儿没有。我就觉得他父母怪怪的。杜岩现在的情况并不乐观，以他的病来说，用药物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他的性功能越来越不好，现在已经到4级了。什么意思啊？性功能分级是用来评估患者性功能受损程度的国际通用标准，4级是最严重的1级，这意味着他的心脏功能已经无法满足身体的基本需求。他一直都好好的，是不是就这次撞了，把他心脏给撞着了？不是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他的心脏问题是先天性的。先天性？怎么可能？从来没听他说过心脏有什么不舒服。他有做过任何心脏方面的检查吗？活蹦乱跳的，平白无故查什么呀？那您怎么知道不是先天性的？从他的检查结果来看，他平时一定有不适症状，而且很长时间了。我平时都在他身边，辞了工作照顾他的，他有什么事我肯定知道啊。那他好好的为什么要辞了工作照顾他？之前隔壁床的病人发生室颤，在抢救的时候，杜岩非常的激动和恐惧，像是某种创伤之后的应激反应。所以我想确认一下，他之前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严重的创伤事件？没有。那他身上的这些陈旧型伤痕是怎么回事？警察不是问过了吗？我不知道。再说了，
那些皮外伤跟心脏毛病有什么关系啊？说正事儿吧，我孩子的心脏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像我刚刚说的，心功能四级，就要考虑心脏移植了。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们就把它在系统上登记，等心脏供体出现。换心脏？有这么严重吗？有，很严重。他现在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心脏快点出现呀？我们就这一个孩子，我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救他。麻烦你们，工体帮我们想想办法。供体是系统分配的，不存在想办法。那我的心脏还给我儿子，我的心给他。我孩子还那么小啊，他还有大好的人生。您的心情我理解，但这并不现实。不过你们也不用太着急，等到心脏供体出现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手段，就是给他装一个人工心脏，一个机械装置来辅助他的心脏功能。装。但我还是得提醒你们一下，人工心脏比较贵，一个要大几十万。钱我想办法。王医生，怎么了？能把我的手机还给我吗？你手机在你爸爸妈妈那儿呢。那我能接一下你的手机吗？我就想打一个电话。行。谢谢。喂，谁呀？山水，是我。大火，你这两天去哪儿了？打你电话一直关机。我住院了。啊？毅哥，你想好了吗？我下个月生日，你送我什么呀？你好了，走吧。啊。今天风大。你今天手术多吗？差不多吧。行，那看情况，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你怎么来了？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叔阿姨，杜源给我打电话说他住院了，我就想进去看看他，我说几句话就走。看什么看啊？离我家杜源远点，走！我转了3次车，花了2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呢。不需要你看的。哎，走走走走。哎，这位是同学？不认识。医生，我是杜源朋友，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病了，我就想看看他，保证不给你们添任何麻烦。既然是杜岩主动联系的，他见到好朋友来看他，也许状态会好一些。大夫，你不知道他们当时……那我先带他进去了，跟我来。
费，下午我去银行给你转。谢谢爸。我们老两口就这点棺材本，这下全打给你了。你说说你啊，几十岁的人了，干啥不行，养个孩子养成这样。我和你妈养了4个孩子都没这么费劲，你自己看看。于是还得求你爹妈，有什么用？简直一无是处。老杜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废物？你自己好好想想。来啊！蓝水，大红，怎么成这样了？没事儿，摔了一跤。是你心脏的问题。小冉医生，你看这儿，在这儿签一下。我不知道这里面不能带东西进来，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他们收着了。等你好了，出去再看吧。没事儿，不过生日，你人来了就行。哎，不过工会机制，我提前下好了这周的东西。乖。哎。啊，今天他居然过生日！他这18岁，成人礼。哎呀，这孩子也是太可怜了。不过还好有他好朋友来陪他，你看状态好多了。还笑呢。真没想到，剧情是这样发展的哈。等下周更新吧。哎，对了，还有这个，18岁生日，必须许愿吹蜡烛。许愿吧。这样，厉害吧？这朋友真好啊。医生说我已经算是特例了，只能留半个小时。我先走了啊。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啊！刚才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准备的仓促，一点心意。这几天清汤寡水的，嘴馋了吧？等你好起来，带你去我们食堂搓一顿。谢谢。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今天的生日，他比你大2岁，今天是他20岁的生日。他喜欢花花草草，喜欢做手工。啊，对了，跟你一样，包上挂了好多牌牌。是吗？但他应该不会跟我一样，在医院过生日。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跟他爸爸在一起。多少次抉择，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当初的执着，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我会来看看世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你在哪儿，我就知道，风雨只是经过。栀子的心跳，从来不曾示弱，一声双手缝合在破碎的心河。那数过的伤口，触摸过的黑暗，还是我们哭过，去世就要微笑着。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你光划破黑夜，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最怕的不是路太远，是忘了为何活。栀子的心跳从来没有如果，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火，用全力去拼搏，才听懂那脉搏，还是我们颠簸，去使命运都开阔。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也不染尘垢。世界再多路口，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新的故事要说。